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。我们村有位村民最近买了50只鸭子，他计划先在家里用2个星期把这些小鸭子养大，等到晚稻收割后，就可以在稻田里放养这些鸭子。这样养成的稻花鸭正好能赶上过年上市，卖个好价钱。为了这些小鸭，他夜里1个小时要起来一次，目的是分开鸭堆，防止它们闷死。结果这批小鸭里有病鸭，没2天就1传10，10传50，全军覆没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 No， 这些病鸭还把这位村民自家养的20多只鸡传染了，一天团灭，损失惨重，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。而故事中这位受害者就是三叔。我问他，卖鸭的不负责赔偿吗？他说，赔个卵。这就是真实的养殖业，而不是视频里那些年入几百上千万的案例。但三叔没有气馁，他又买了100只鸭子，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冲鸭。好，各位好，欢迎收看《桃花源记》。我们院子里有3座小山，什么时候把它们摆平，也就意味着什么时候基建接近尾声。我们把沙子和鹅卵石铺在了厨房外面。似乎也没见少多少。这些砖头我们准备转移到后院，先找邻居借个板车。哦，还冇装起的，冇装起後裝嘅。都係有打咗屎出咯。我查下有氣喎。这刚好掏进去就可以了，像油漆。还有些。你2幾千萬？从到火了。我就咩？哦。开始搬砖。走了这。我到这肯定是里边儿。哎呀，差不多。它其实就是那个，一直铺一直坑，好像。本来以为应该挺轻松的，结果来回好几趟，累到虚脱。不过比起刚来村里的时候，体能已经好了很多。还车前好好洗洗。这些砖我们铺到了菜地上，为的是打理方便，不用踩一脚泥。虽说只是个小工程，也花了我们2天时间。没错，是挺弱鸡的。但是20多年的脑力劳动者转型体力劳动者，或者说复合型劳动者，多少需要点时间。后院1个多月没打理，又变成一片百草园。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巴掌大的蘑菇，咨询专业人士后，打消了食用的念头，还发现了这种葫芦的近亲，这里人叫护瓜，可以做菜。这种结着灯笼的植物有点像北方的菇鸟，不知道长大能不能吃。还有紫苏，小龙虾的绝配。当然，更多的是些杂草杂树，看着就头大。老弟最近更新了过滤系统，他动手能力一向不错。现在我们可以养更多的鱼了，都是一些野采的本地鱼，小龙虾，还有泥鳅、黄鳝。最近水已经养好了，基本没有死。而且我们又实现了一个蓄谋已久的计划。呆萌可爱的蓝瘦鱼，
虽说都是些练手鱼，但丝毫不影响我们摸鱼的积极性。这些鱼能吃能拉，需要一个强大的过滤系统。城市的客厅装不下心中的田园，而现在我们要把曾经的小梦想一一实现。对了，尽管三叔翻车在前，桃花样还是迎来了新成员。你们可要好好工作，我保证给你们涨鸭粮。别越狱啊！好的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